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武当山的金顶啊，这里是武当山的最高处，天柱峰顶端，海拔1612米。这个金顶不是很大，我转一圈，大家看看这个金顶上面都有什么。最正中间就是这个金殿，看看今天人特别多啊，都是从那里爬上来的。今天云雾缭绕啊，早上下点小雨，这上面很小，转一圈看一下啊。多着呢，不能等。顺时针转一下。对。啊，走不动啊。这都是金子做的啊，金殿。看这个下面全都是悬崖，这边是父母殿，就这么大，转完了。这边也是悬崖。这边上很多同心手啊。好，这就转了一圈了，1分钟不到就转了一圈了。金顶上面地少人多，非常拥挤啊，根本挤不到那个金殿那里去，还要排队呢。这都是金子做的啊，摸一摸。这个金殿是永乐皇帝朱棣下令修建的啊，用了300多斤黄金。据说是在北京建好的，然后运到这里组装拼接，榫卯结构拼成的。里面有一个长明灯啊，600年间没有熄灭过。里面是长明灯啊，600年没有熄灭过。这个金殿的朝向它也是有讲究的，它是坐西向东的。为什么是这个方向啊？有一句成语嘛，叫紫气东来啊。再就是它这个朝向啊，就是每天太阳升起，第一缕光就会照到金殿里面供奉的佛像啊。这个金殿里面供奉的就是真武大帝，也叫玄武大帝啊。他是避一个皇帝的讳，属于改叫真武大帝了。他是按照朱棣的样子来修建的啊，其实就是朱棣的化身。这个金顶上啊，最值钱的其实不是这个金殿啊，是这个东西，看到吗？这个护栏，还有上面这个球。你为什么啊？这个是上亿年的化石啊！来，过来拍一下。这个经过专家的考证，这个经过5亿年的那个什么什么化石啊，什么三叶虫那种的，追溯的很远。哎，这是千真万确的，不开玩笑啊！所以这个才是最值钱的啊，都是文物。这金顶上有几个未解之谜啊？为什么那个房顶金光闪闪啊？这个下面是这么黑，都是金子打造的啊？为什么是2种颜色呢？还有为什么这个里面的灯600年都不灭呢？这山顶上的风特别大的啊，都吹不灭它。还有就是哪来的这么多的古化石啊？上亿年的古化石，不知道从哪来的，这也是一个谜啊。这个武当山的金顶啊，还有一大奇观，就是这个所有的山峰啊，都是朝向这个金顶的，叫万山来朝啊。72山峰朝大顶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看这个所有的山峰啊，每一个山峰是不是都是往这个方向的？都是向着主峰的啊，就是金顶方向。这就是72峰朝大顶。大岳武当，这个武当山也叫大岳山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中国有5岳啊，
这个大月的意思就是它还在5岳之上，所以叫大岳，就是它的地位比5岳还要高啊。后面那个就是武当山的龙头乡，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呢，伸出去3米左右，上面摆着个香炉。上香的话，要从那里走过去啊，多少人因为要上香，掉下去摔死了。看看这个下面啊，这都是悬崖峭壁。这个龙头乡的位置啊，就建在悬崖边。你看附近这个建筑啊，感觉像山西那个悬空寺一样啊，有点那个感觉。来，不怕死的来挑战一下啊！龙头乡太有名了，到跟前看一下。这个很多人在这拍照。这边还可以沿着这里走到悬崖边上啊。先去看龙头乡嘛。哎呦，现在挡住了，过不去。就这么窄，要走过去上。他们拍完了，我们走。这牌子上写的，1673年，湖广总督就下令不让烧龙头香了，因为烧这个香死了很多人。看这个特别窄啊，要从这里走过去。那个龙头上放的一个香炉，心不诚的人就掉下去了啊。从这个窗户看得清楚。看看下面的悬崖有多高，正对的就是金顶啊。这里这个位置，这个龙头香的龙头，它是冲着那个主峰的，主峰顶上就是金顶，就是朝拜的意思啊，就是这个龙头朝拜金顶。金顶就是这边最高的那个山峰啊，看其他这些山峰呢，也都是这个方向。也都是朝拜的意思，这个是武当奇景啊，叫72分大朝台。有时候会感到莫名的难过，想到这一生到底是图什么，总是反复崩溃，然后再愈合，最后一个人默默承受着，或许没有人是真正懂你的，为何承受就变得不快乐？为什么现实的要求那么多？只为了活着还是等待离开呢？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湖北的武当山。武当山最有名的就是张三丰了，是吧？但是这个武当山供奉的主神啊，叫做真武大帝，也叫玄武大帝啊。中国道教文化里面呢，北玄武，南朱雀，所以这个玄武大帝啊，他也是北方之神。给大家讲讲这个玄武大帝的故事啊，非常的有意思。因为有个皇帝的名字里面有个玄字，所以他改成叫真武大帝了。真武大帝传说是太上老君的一个化身，他是出生在晋乐国啊，他是晋乐国的太子，但是呢，他不想继承皇位啊，他14岁就来了武当山修炼，第一站呢就是来的这个太子坡，他的修炼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他刚来这边没几年啊，他就待不下去了，心智不是很坚定嘛，有一天他就要返回去了，走到半山腰的时候啊，就有一个神仙化作一个老妇人，在那里磨针，在一口井的旁边啊就磨针，然后这个太子就看到了，他就问他你在干什么啊？这个套路大家都懂的啊。然后老婆婆说我在磨针啊，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啊。然后这个太子一听啊，就受到感化了，就被老婆婆点化了啊，就是神仙来点化他。然后这个太子又返回这里啊，继续修炼。在武当山修炼42年，然后羽化成仙，就飞升了啊！带大家去他飞升的那个地方看一下啊，在南岩宫旁边有个飞升崖，前面就是飞升崖，这边是梳妆台。传说这个真武大帝就是在这边飞升成仙的。
看那个飞升崖啊，万丈悬崖，从那个顶上一跃而下。这个地方地势很险要啊，悬崖边长了一棵松树，然后这个边上有个伸出去的大石头啊，在这里来个高台跳水啊，下面就是一个池塘。传说真武大帝在这边修炼了42年，有一天呢，天上的神仙就想来考验他一下，看他修炼的怎么样啊，就化成一个美女，来这里引诱他。但是呢，他的心智特别坚定啊，就拒绝了这种诱惑。然后还斥责这个女子啊，然后这个女子呢就纵身从这里跳下去了。然后真武大帝呢非常的内疚啊，他说我修行了42年。连一只虫子我都舍不得杀啊！今天呢，这个女子就是为我而死，她特别的愧疚。然后真武大帝呢，他也一跃而下了啊！他跳下去的时候，这个下面呢，湖底升起来5条龙啊，然后把他拖住，带他去了天庭了。就这样，他就飞仙得道成仙了。这就是真武大帝的一生啊！最后在这里得道飞升，然后他被封为北方之神啊。北方是主水，它其实是个水神啊。这个院子就是整个武当山最重要的建筑了。这里面供奉的就是真武大帝啊。每年的3月3和9月9，在这里就会举行重大的法事。3月3是他的生日，9月9是他得道飞仙、得道成仙的日子，所以这2个日子是最重要的。这个就叫做紫霄殿啊，是整个武当山最核心的建筑。来这边旅游一定要进去看一下。这个武当山在明朝时候达到顶峰，明朝永乐皇帝啊朱棣下令修建这个武当山，派了30万工匠啊，修了好几十年，才有了现在的规模。明朝这个朱棣为什么要修武当山啊？第一个原因是他特别崇拜张三丰啊，他就派人在武当山寻找这个张三丰，但是没有找到啊。张三丰当时已经羽化成仙啊，云游四方，不可能找到的。这都不是主要原因啊，主要原因呢，就是要神化自己，把自己化身成这个武当山的主神真武大帝，让人们去朝拜他，去崇敬他。其实就是君权神授啊，因为他这个皇位，得来不是那么名正言顺的，不是上一个皇帝传给他的，是他抢过来的啊。朱棣是朱元璋的儿子。但是朱元璋去世以后呢，没有把位置传给他，而是传给了朱元璋的孙子啊。他是抢了他侄子的位置了，等于是他这个皇位呢就得来不是那么名正言顺。他修了这个武当山啊，推崇这里的真武大帝，把自己化身成这个真武大帝，就是君权神化，说神仙让我来抢这个位置的，就是名正言顺的意思。用这种思想来统治人民啊，这就是他修建武当山的原因啊。从他开始，武当山就成了明王朝的家庙了。每一个新上任的皇帝啊，都要派大臣来这边上香啊、祭祀啊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武当山啊。这个视频带大家看一下武当山的吃饭和住宿，贵不贵啊？武当山山上啊，很多这种农家乐啊，也有这种大宾馆啊。武当山太大了，景点很多啊，一天时间是转不完的。最好是在山上住一晚啊，这样的话就会比较轻松一点。这边都是住宿吃饭的农家乐啊。Hello，哈什么楼啊，都没拍到你。Hello， 来 Hello， 这个是农家乐的老板。我晚上就住的这边啊，如意客栈，住的那个楼上，还带窗户呢。看一下房间里面啊，房间里面还可以啊，我觉得干净卫生。
虽然说比较小吧，但是一个人睡是正正好的，2个人睡也可以啊。这是个大床房，而且这是带窗户的明窗的，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啊。它这个屋顶是斜的啊，斜的这样下来的。这边是卫生间，卫生间也是很干净啊。我没想到这边条件还不错啊。然后那个热水器有热水的，可以洗澡，上面是换气扇。看这边还有空调呢，不过现在用不到空调，这山里面呢基本都很凉快，然后晚上也不冷。这个是被子是厚被子，这边有吹风机啊，有那个热水壶。空间比较小，但是该有的都有了，还可以啊。你看这个都是新盖的，都比较新，干净卫生。我本来以为是山顶上嘛，住宿条件特别不好啊，就是那种好几个人的大通铺啊，或者是像学校一样那种上下铺啊，没想到这个条件还不错啊。你们觉得呢？看看外面啊，打开窗户看一下。哇塞，直接就是大山。现在有一点点下雨啊，晚上特别安静。这边看这里有一排的空调啊，那里那个抬轿子的过去了啊。这山上面不怎么贵啊，消费跟其他山比起来，这里不算贵。你看这上面的炒菜啊，家常豆腐25，手撕包菜20，土豆丝20，确实不算贵。鱼香肉丝45，然后还有一些特色菜，鸡肉、鱼、凉菜、野菜。这个是起伏的啊，绑在方向盘上。这个是拐杖啊。好多人拿这个拐杖。刚才有3个小女孩跟她骑到巴士，我这笑了，我说你骑到巴士了，拿个拐棍干啥呀？她说我不拿拐棍，你背我呀。真的，刚才看到一个全头发白的老太太。啊，太厉害了。跟我刘华相拼，你有这个实力吗？这个是治鼻炎的，这个。这个就泡水喝吗？我正好有点鼻炎啊。管用吗？你关键是。多少钱呀？15块钱一两。这橘子多少钱一个呀？10块钱不算。按个卖的。按个卖的。再说一下武当山的花费情况。门票是130，现在免门票期间嘛，这钱就不用出了。然后就是坐车，坐车是100块钱，然后5块钱的保险费，就是105。去这个紫霄宫是15块钱，去金顶是门票27块钱，这样加起来的话就是147块钱啊，这个钱是省不了的。然后就是坐索道，索道上去90，下来80。像我这次呢，我就是全程走上去的，没有坐索道啊，走上去3个小时啊，走的确实非常累。体力不好的话，建议还是坐一次索道啊。其他的费用啊，就是你去了山上以后，买水啊，买零食啊，吃喝喝啊，或者晚上在上面住一晚啊，这个费用，这个就另算了啊。然后呢，就是坐车，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武当山的大巴车是什么样的啊。武当山坐车啊，有这种大巴车，它会在这么多景点之间啊，就是循环发车，过几分钟它就发一趟啊。然后我们就是坐这个车到达这些景点，逛完了以后再坐车去下一个景点，就是这种车啊，走的全部是盘山道，特别刺激啊。还有一件事啊，现在头条在举办生机大会，这个需要大家帮我投票支持一下啊。大家点我的头像就可以进到我的主页，主页里面有投票的通道啊，谢谢大家。大梦谁先觉？平生我自知。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迟迟。大家好，我就是人称小诸葛的诸葛海。这就是三顾茅庐的地方啊。刘备三顾茅庐，请诸葛亮出山啊。著名的隆中对就发生在这里。这后面就是诸葛亮住的草堂啊，进去看一下。这个隆中对到底讲了个什么内容啊？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。它其实是解决了刘备战略问题啊，就是刘备的发展方向问题。
提出了三分天下。因为当时刘备啊，就是征战一生，屡战屡败。刘备之前的经历都是一直在打仗啊，天天都是颠沛流离，但是毫无建树，没有什么功绩。在他最绝望的时候啊，诸葛亮给了他希望，提出了三分天下这个理论，给他指明方向啊。就是当时的刘备啊，可以说是没头苍蝇一样啊，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。你想夺得霸业，光有一腔热血是不够的。虽然你也有2个很能打的兄弟啊，但是呢，没有一个给你指导方向的这么个人啊。那么诸葛亮呢，当时就给他分析这个天下大势。他说北方的曹操实力不及袁绍，最后为什么打败袁绍了？这个不是在于天时，更在于的是人谋。而且曹操现在拥兵100万啊，他还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我们现在不能和曹操相抗衡。然后呢，江东那边呢，孙权以立三世啊，国显民富，只能和他结盟，不要去图谋他。这是他对江东这边的判断啊。诸葛亮的意思就是，北边有曹操，你打不过；东边有孙权，你就不用想这块地方了。那么你刘备该怎么办？然后他提出自己的观点，他说荆州这块地方交通要道，现在是刘表占据的呢，但是他守不住这块地方，这是上天赐给你的呀，让刘备占了这块地方。然后荆州以西呢是益州，就是四川成都那一片啊。他说那一片呢交通要道，然后沃野千里啊。当时汉高祖刘邦就是从四川这边夺得天下的，他就是先取荆州，再占领四川，以四川作为基地啊，发展壮大自己，等待时机，等天下有变的时候，就可图中原啊，最后成就霸业。这就是隆中对的主要内容啊。诸葛孔明先生未出茅庐，已知三分天下，厉害吧？最后再总结一下诸葛亮这个战略啊，他就是北方是曹操，江东是孙权，那刘备呢，你占据西南这块地方。之后的历史走向也确实按照这个来走的啊，厉害吧？后面那个亭子就是当时诸葛亮草庐所在的位置啊，草庐已经没了，现在后人给修了个亭子在那里。前面这个据考证就是诸葛亮用过的水井，叫做六角井，6个角啊，现在里面呢还有水呢。他那个草庐是怎么样没的呢？是明朝的时候一个王爷啊，他特别喜欢风水，那个王爷就觉得这边的风水特别好，他死了以后就想埋到这里，然后他就下令把诸葛亮的草屋给扒了，然后给他修了陵墓啊，在那个后面。然后果然没2年他就死了，就埋进去了。他埋到那个后面以后啊，一直到了明末李自成起义的时候，李自成打到这个襄阳来，他是不是缺军费嘛？然后他就想搞钱，哪有钱呢？有人就说这个墓里面肯定有钱，然后李自成呢就命人把他的墓挖开啊，把里面的金银财宝都卷走了，然后把他的尸体呢就是随便扔在这个大山里了。所以这也是一个报应，是吧？这就是他的墓啊。现在后人为了纪念诸葛亮呢，在这边修了一个亭子啊，这是原址，但是不是以前的草庐。这个地方是后来拍电视剧的时候后建的，离他那个原址不远。最后顺便说一下，诸葛亮出山的时候27岁啊，换算到现在就是93年啊，